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22号。昨天比特币是再创出了2年多的新低。那今天视频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很多朋友是觉得比特币有可能会跌到12000。那这个12000图形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观察？有没有可能会跌到12000？以及再跟大家聊一下我为什么还是一直在看多。主要原因就是你老粉丝都知道，我们是在21年3月份比特币在6万的时候有逃过一次顶，后面是在比特币在69000的这个高位，就去年的时候是一直在逃顶啊，这个顶部有逃到，这个区间也是有逃到。当时从3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就预期，如果是比特币将来有跌到2万的时候，可能也可以搞一部分，甚至抄底啊。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，基本上都是卖在这种高位下来的话，空间是很大，所以再买回来的话，感觉到无所谓。那至于还有哪一些原因跟美联储的一些政策，以及最近也是有发现，链上的数据是有显示，目前的整个数据跟15年的熊市的底部跟18年的熊市的底部是非常的接近啊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eyond OK 返用20%，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。那么来看一下短期的图形，其实这个位置如果是强势的一个情况，昨天有讲到的一个关键位，它跌破了16300，你如果要反的话，这2天之内必须马上给我反到这一根 K 线的上方，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不是破底翻？昨天有讲到，但是没想到它现在是价格又把前面的这个位置给跌破，那短期是很明显啊，这个位置感觉是有一点背离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 KD 指标日线是在背离，而且周线也是在背离。还有一点就是 MACD， 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我们要反一点，它这个位置如果是这边三角形，万一是变盘往下，那这个低点破的话该止损。如果是期货的朋友们，短线的话该止损要止损啊，因为有时候底部确实是并不好猜。现在的一个图形是这样子啊，感觉是不是一个鸭子站队，但是柱状放不出来啊。破位的时候，这个柱状也放不出来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短期我们就观察，如果是它能强势的马上把这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就昨天的这一根 K 线，马上给我在今天，或者是能不能吞掉到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不是背离的位置，也是有没有可能出一个转折。那如果是它要继续弱势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整个日线的图形，其实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比特币。在12000的位置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区间啊，就这一个区间啊。当时比特币是从19年，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很多的风险资产基本上就全部上来了，上来完以后，比特币是在这个位置是整理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区间啊，可能有接近19年的7月份到20年的10月份，有接近1年多的时间，就这整个区间的上沿位置，我们尽量观察嘛。它现在是不太好，是把这2年的低点，就这个区间啊，因为当时是这个位置是已经过了，就把之前的1年多的区间都过的话，这边有一个回撤的位置是在多少？就是16300美金附近，就这边有一个回撤的位置，这一个区间给它破，所以现在的价格是创出了近2年多的新低。那很多朋友是讲的，有可能会再去12000，也是不排除没有这种可能性，但是我是感觉它这个区间就类似狗狗币之前跟大家讲的21年3月份的一个区间，如果是强势的一个情况，估计可能性不太可能再来到这个区间吧。因为现在也是有看到链上的一些数据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昨天看到一则新闻， Glassnode 的数据是显示，比特币长期持有者亏损持仓量已经是突破了500万枚的比特币，它亏损的情况是超过2018年的熊市。那这一个熊市的一个情况，等下用空间来跟大家比对一下，以及15年的一个熊市的当时长期持有者的亏损情况是非常的接近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18年，如果我们用对数图来观察，就是周线里面可以观察一下，比特币在18年那个熊市之前的牛市，它是空间涨了多少？这个位置我们就取200为整数来观察，它是涨到接近2万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范围嘛，如果是从200开始计算，超过了100倍啊。
对数图里面来观察，这一波的熊市，它的整个亏损的是超过500万枚，跟18年的这一波下跌的熊市的低点已经是超过了，就是这一次的亏损情况已经是超过了这一次，而且前面的涨幅它是超过100倍。那如果是从18年的底部开始起来的话，比特币其实涨的空间的幅度没有之前15年到18年或者17年的顶部的这整个牛市的空间是多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是从18年的底部开始到这一次的6万9，其实比特币只涨了20倍啊。那刚刚的那一组数据是讲目前的整个下跌的亏损，长期持有者的亏损情况已经是超过了，有可能是接近2015年的一个熊市的底部。那这个地方的空间是更大啊。我们可以去计算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从2012年的整个低位，比特币是在接近2块钱附近，涨到2013年或者14年的高位是在1200左右吧，当时是涨了500倍左右啊。目前的整个亏损的情况，它是说接近这整个14年到15年的一个熊市的底部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因为去年的时候，当时很多朋友也是知道啊，当时在高位的时候就给大家逃过2次顶部。当时在这个位置21年的3月份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上升楔形，后面是给大家逃顶，在这个位置下来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当时是在要崩盘的位置，其实整个图形在这个位置就 OKEX 的一个图形，它里面是有一个高档的三柱线，当时也是做空逃过了一波，后面是又在去年的就是11月份6万9的一个高位又做空又逃过了一波。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子啊，在去年的时候一直在卖风险资产，包括我个人的配置80%是在股市里面，去年是卖掉了一大半去盖房子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既然去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基本上是有在高点你有逃掉，到现在的整个比特币2万开始，我本来是在去年的3月份就计划，如果是这个位置它真的稳不住要跌下去到2万，有可能就选择要开始是不是要买比特币。因为之前的一个预期主要就是在21年3月份的时候1月份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很深的回撤，当时就是美联储开始预期未来的话要加息，所以后面上去很多朋友也不是逃在最高的6万9，虽然是当时在6万9也是跟大家命中过，就是说比特币可以做空下去，主要有一部分朋友都是逃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6万开始卖的比特币。那现在下来的话，我最近的一个思路是这样子啊，美联储的一个利率现在是在 4%， 那市场的整个预期包括美联储的一些官员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美联储戴利昨天的一则消息啊，他是表示有可能整个美联储未来的利率会维持在 4.75 到5附近啊，有可能5%的一个利率有可能就是美联储整个利率的一个顶部啊。那既然现在有一个预期，就类似去年1月份的时候，当时在高位就是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，它有可能会在就是趋势在的情况下，它会继续往上去涨，或者是甚至再过前面的5月份的这个高点。现在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一样，为什么还是一直在向下？主要就是它趋势大于预期啊，整个趋势全部都是一个空方排列，有可能就是会不会再创低，也是不排除没有这种可能性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